我沈好好是村里有名的悍妇，被休的那日提着菜刀剃了前婆母的头发，宰我养1年的猪。可我被休不足半月，媒人便寻到了我家，他要给我说门亲事。那人是邻村的官夫，5年前死了妻子，他是猎户，常进山数日不归，放心不下家中2个孩子，想寻个人照料家事。他家只他和2个孩儿，嫁过去就是你当家做主。五郎又是贴心人，绝不会叫你受半分委屈。听完媒人的话，我立时应下了这门亲事。和宋全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的堂屋里，堂上坐着我爹和我娘，他坐在我爹的下手，我站在我娘的身后。宋全身材结实高大，蜜色皮肤微微泛着红，他正襟危坐，双手搭在膝头上，脖颈微垂。我爹问一句，他便答一句，自始至终连头也没抬过。我一眼看去，只一颗漆黑的后脑勺。1年得的野物皮货，可得30-40贯。大郎今年虚岁10岁，有时也会跟着我进山去。秀儿还小，但是家里的活儿也能帮衬着做一些的。宋全说罢，我娘偷偷捏了捏我的手心，她使的力气极大，捏得我生疼。我知道我娘真是满意极了，1年收入30-40贯，村里一般人家根本比不上。传闻宋全是个极厉害的猎手，如今看来传闻不假。宋全进门时我就偷偷看过了，他今年27，一张略显方正的脸，眉眼犀利，鼻梁挺直，人显得严肃端正，看面相就不是个刻薄人。加之他家中人口简单，除了他也只有1儿1女，我对这门婚事已经十分满意了。毕竟一个被休回娘家的女人是不大受人待见的，爹娘兄弟的脸色都不好看，过不了几日就该随意寻了人脉了。我爹应下了亲事，还留宋全喝了顿酒，酒是烈酒。我爹和我弟弟轮番上阵，待走时宋全已经喝得面红耳赤，脚不虚浮。下酒菜是我炒的，我爹特意叫我去割了2斤肥肉，宰了家里养的老母鸡，因我爹娘舍不得，我家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这样一顿。肉一上桌，2个侄儿便藏在门外头流着口水看着。我兄弟媳妇又骂又扯，也没将2个孩子叫回来。宋全看见了，招手将2个孩子叫了进去。不一会儿，2个侄儿便端着1碗肉眉开眼笑的回来了。娘，我姐是个有福气的。我弟媳妇看着2个孩儿狼吞虎咽的吃肉，笑着对我娘说。我娘点了点头，看着我笑了。我亲自送宋全出的门，我都是被休过的人了，也没那许多讲究。我的名声不好。宋全走在前面，我离着他半步跟在他身后。他肩膀宽阔，步子也大，先是我跟得吃力，他似乎察觉到了，慢慢放缓了脚步。那你又为何来我家提亲？那徐老三不是好东西，不怪你。他说话时并未回头，可不知为何我就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。我喉头一梗，自打被休后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不怪我。旁人说也就是了，最伤人的话总是从家人口中说出来，他们总让我忍，说这世上本就是以夫为天，万事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说我这样的，我娘说我这样的人就该找个老实人嫁了，一辈子潦草将就。你挑个好日子，咱们成婚吧。村里人的日子本都过艰难，正经娶妻也不会大操大办，日子定下来，好些的一顶轿子1辆牛车就拉走，再请乡亲们吃1碗熬菜，菜里有几块肥肉已算好的了。更何况我是宋全娶的继室，谁也没想过他会大操大办。可宋全却3书6礼，一样也没少的将我娶进了家门。我坐在炕沿上，等着宋全来掀开我头上的盖头。盖头是宋全在镇上最好的布店买的，锦布织成，细密厚实，烛光也穿不透。我已是第2次成亲，第1次时年少，将满16，曾经也是满心的期待和紧张。我已做过6年人妇，日子艰难，早学会了镇定自若，一学会了不过于期待。屋外吵吵闹闹，划拳的喝酒的，肚子有些饿，还是一早吃了碗面，口也渴得厉害。我想自己掀了盖头寻点吃食，又想想人人都说这事儿不吉利，如此也就罢了。宋全这般待我，若是这个不吉利只针对我倒是无所谓，若是针对他，那我如何敢施？门被人慢慢推开了，脚步声很轻，有些踟蹰，但那人终是到了我面前。我垂眼看着地面，眼前是一双穿了红布鞋的小脚，鞋子有些大，不合脚，是个女孩，她的呼吸很轻，机不可闻。我等着她开口，她终是什么也不曾说，伸出一只有些冰凉的小手，将1块点心塞进了我手里，然后又转身去了。秀儿，我开口叫她，她不打我，也不曾停留，将房门打开出去了。我将点心递到嘴边咬了一口，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很甜，我有些想笑，试了试，没能成功。我从不曾吃过这般甜的点心。宋全进来时身上的酒味很浓，屋外围着一群人，七嘴八舌地说要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。二娘累了，今日就算了，待明日定然叫你们看个够。他说罢便将房门给拴上了。我有些无措，闹洞房本是规矩，他竟然给拒了。男人脚不重，呼吸也粗，他坐在我身旁时，我便觉得热，趁杆轻轻挑起了我的盖头，烛光晃眼，我不由得伸手遮了遮。晃着眼了吗？男人问我，或是因为喝了酒，声音有些哑，但好听。我将遮光的手放下，摇了摇头。宋全也穿着一袭红袍，他人生的魁梧且黑，一袭红袍穿在他身上不伦不类。说实话，红色并不衬他，显得他的脸颊愈发黑红了，或是喝多了，他眼中湿润，泛着水光，眼尾微微发红，
此时我才发现他原来生了一双极好看的桃花眼，瞳仁又黑，便格外清澈明朗。一个快立之年的男人，竟有些清澈明朗吗？我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。他不知我在笑什么，只是挠挠头也跟着我笑了。一个明朗且老实的男人，顶好的。饿了一整日了吧？你且等一等，我看看厨下还有什么吃食。他将耳朵贴在门板上，听了一会儿后才开门出去了。我没了束缚，站起来走了走，坐得久了，尾巴尖又疼，腿也麻了。我悄悄将门开了条缝，院不大，2、3分地，一眼就能看到头。檐下的红灯笼还燃着，可以清楚地瞧见厨房门口还有几个在洗碗的妇人，他们说说笑笑，嗓门大，都在调侃宋全呢。不一会儿，宋全便端着个碗，拿着双筷子出来了。他垂着头不说话，步子迈得大，没几步就到门口了。我想退回去，也来不及了，便顺手帮他拉开了房门。给你端了碗面。他说着就将碗放在了桌上，拿着一双红筷子看着我，就是一碗素面。我们这地儿娶妻嫁女都会做，我确实饿了一日，不一时便将一碗面吃完了。他也不说话，就坐在床沿上看着我，眼里的光明明灭灭。还要吗？吃饱了。你先换衣裳，我去给你打盆热水来。他又端着空碗出去了。我5岁就跟着爹娘下地干活了。嫁给徐老三以后，除了下地喂猪养鸡、做饭刷碗，每天有干不完的活，我甚至从没有上桌吃过一顿饭，也没安安稳稳吃过一碗热饭。不想再嫁，宋全竟亲自端了一碗饭叫我吃，他还要给我打一盆热水来叫我洗漱。呵，莫不是老天爷看我过去几年过得窝囊，或是我许的愿望他听见了吗？所以实在不忍，才又给了我这样好的一个人吗？这样一个人，女人走了好几年都不曾再娶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我心里有许多事儿，可今日是洞房花烛夜，不容我再想。我的陪嫁也只2个红漆木箱，一箱是我的衣服，一箱装着2床被子。我打开木箱，取出2套细棉里衣，将我的一套迅速换上，将宋全的抚平整了放在床上。我们这样的人家是不舍得买细棉布去做里衣的，日子难过，有时吃饱肚子都难。谁家人睡觉还穿衣服，被子一盖，倒头就睡，哪来那许多讲究？我也曾是这般想。徐老三一直拿这事儿讽我，说县城花楼的姑娘都不这样赤裸的躺着。后来我便用旧衣改成里衣来穿，或是习惯了，或虽只是一件单薄的衣服，却给了我尊严吧。我娘这次大方，做主让我扯布，我便扯了细棉布，给宋全缝了一身里衣。你真正是个不会过日子的，这样的细棉布不耐穿，做袄子里衬也不划算。我娘见我扯布，唠唠叨叨说了一堆。后来我缝里衣也没叫她瞧，她若是见了我用细棉布缝里衣，怕是立时会晕过去。半两银子一匹的细棉布，我竟然敢用来做里衣。宋全端着一盆热水回来，见我端坐在床沿上，痴痴看着床上的里衣发呆，便走了过来。他伸手摸了摸炕上的里衣，又转头看看我，忽就笑了。因离得近，我才看清他耳根子竟然是红的。我手粗，怕弄坏了，待我洗漱完了便换上。他又转身匆匆出去了，留下我一个。待我反应过来时，脸立时红透了。他想什么呢？这一夜过得纷乱又漫长，我与宋全都是经历过世事的人。他想来已是许久不曾这般与人亲近，一番温存直至天色微亮，我才终于倦极闭目，身子早已酸软乏力，心神却格外清明，脸颊仍贴着他坚实温热的胸膛，他的呼吸依旧带着几分沉缓，他待我极尽温柔，与方才的急切全然不同。村里妇人闲谈间，偶尔也会说起夫妻情分，到两心相契便是人间美事。从前我总不甚明白，与先夫相处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，久无所出后便日渐冷淡，直到今夜我才真正懂得两情缱绻的滋味，原来这般动人。眼前之人身形挺拔，周身暖意让我心间发烫，他温柔的在意更让我满心柔情。原来我也可以这般温婉多情，竟是到今日才真切知晓。睁眼时真正是日上三竿了，虽是秋日，可日头还有些温度，日光透过窗帘打在我脸上，温热舒适。院里没个人声儿，只偶尔几声鸟叫，好似没人等着我做饭打扫，没人等我喂鸡喂猪，好似即便我就这样睡到天荒地老，也没人骂我打我，一切竟然都是这般好。我坐起来慢慢穿好衣服，推开房门，日光打我满身，院子扫得干干净净，红灯笼还挂在檐下。院子只几间屋子，水井沿上放着几个大木盆，盆里放满了碗筷，墙下整整齐齐垒着劈好的木柴。后院搭了个棚屋，里面摆着许多杂物，多而不乱。厨房的檐下放着许多桌椅板凳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好几年都没女人家，能收拾成这样，可见宋全是个勤快细心的。院墙低矮，若是眼神好，穿过院墙便能看见远处的青山。墙外一棵杨树，叶子落了些，挂在枝头的也已金黄。院墙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，好不热闹。院门开着，门槛上背身坐着个女孩，她穿一件红色的夹袄，头上扎着个小揪揪。小姑娘背影单薄的不像话，头发一时稀疏发黄。她是宋全的小闺女，叫秀儿。昨夜她送了一枚最甜的点心给我吃。中式我起晚了，小姑娘怕都早早起了吧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端着盆子走过去叫她秀儿，她不回头也不应我，我又叫她还是不应我，莫不是小姑娘生气了？她不愿意她爹娶妻吗？还是嫌我起得太迟了呢？总之这世上的后娘和继子继女能相处好的并没几个，可宋全很好，我便想待他的孩儿们好些。我又轻轻拍了拍小姑娘单薄的背，小姑娘转身，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我。村里的姑娘很少有生的这般白净好看的，秀儿好看的紧，只是太瘦了。
脸颊上连点肉都没有。她静静地看着我不说话，我尴尬地笑了笑。我起晚了。小姑娘抿了抿并不红润的嘴唇，轻轻地笑了笑。她站起身，指了指我手里的盆子，又指了指厨房，做了个我看不懂的手势。我愣了一瞬，从没人和我说过秀儿不会说话，没人没说，我爹娘没说，宋全也没说，这样一个小姑娘竟不会说话。她见我愣着不动，脸上显出仓皇害怕来。她还小，不懂得遮掩，转身就要往外跑。我伸手扯住她瘦弱的手腕，这般纤细吗？没娘的孩子，莫非吃不饱饭？我冲她笑，又指了指厨房，牵着她一道去。厨房一片狼藉，锅碗瓢盆堆得到处都是，看起来只是草草收拾了一遍。昨日应当是村里的人来帮的忙，锅碗瓢盆、板凳、桌椅大多也该是借来的。院角的灶台一看就是新搭的，大锅里有热水，小锅里还有一碗剩菜并一个白面馒头。秀儿拿了水瓢从大锅里给我舀热水，小小的人儿还没灶台高。我蹲在檐下洗漱了，端了锅里的剩菜和馒头，秀儿一半，我一半。我将馒头掰开，递了一半给秀儿，她摆着手不接，我便塞给她，又递了双筷子过去。剩菜该是昨天的，有肉味儿，可没见着肉。村里人一年也吃不着几回肉，好不容易有个喜事，席上还有肉，自是将肉挑拣个精光。秀儿安安静静地将半个馒头都吃了，菜却没怎么动。她总偷偷看我，看起来对我十分好奇。我说话她听不见，她打手势我又看不懂，可她聪慧，仅凭着我的瞎比划也能看懂我要干嘛。所以我要烧水时，她已经爆好了柴火。我将锅台上的碗放到木盆里时，她就往盆里舀热水。我洗完时，她又烧水。我俩配合得十分默契，一起这样干过无数次了似的。我将所有的碗筷洗净，又和秀儿将院里的桌椅板凳擦了2遍，好容易将厨房收拾出来。日头已经照到了头顶。宋全和大郎去了哪儿我也不知，也没法寻去。秀儿比划了一遍，我没他那样聪慧，自己也看不懂。又将米缸面缸翻看了一遍，只有2碗白面，做碗面吃好了。我们吃面，我指了指面缸，做了个擀面的动作。小姑娘立时便懂了，点了点头。我擀面，秀儿便烧火。她撑着脸颊坐在小板凳上看我，一双眼睛亮得似装着星子。这样的孩儿总叫人心软，更何况她日后还要同我长久的相处。饿了，我总忘了她听不见，便笑着问她。她似听懂了，摇摇头，头上的小揪揪便散开了。掐面也擀好了，我便带她去屋里梳头发。她头上的发带不知是从哪里才下来的一根红布条，一圈毛边。我从红漆箱子找出了2根红色发带，是我出嫁前我娘给我置办的。秀儿喜欢吗？小姑娘抿着唇摇了摇头，可眼里分明写着喜欢极了。我将她细软发黄的头发扎起来，又给她编了个小辫子，扎好了叫她照镜子。小姑娘对着镜子看了又看，她笑了笑，又哭了。不会说话的孩子哭起来也只是无声无息的掉泪，可不知为何就是让人十分心疼。我忍不住揽过她，我懂，我都懂，那种小心翼翼想要得到爱，忽然得到时又不知所措的感受。秀儿乖，莫哭，日后我带你上街去，你想要什么发带都给你买。我知道她听不到，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说啊。二娘，宋全和大郎回来了，他们去镇上买米买面去了。宋全是猎户，猎户没有地，家里的粮食便只能靠买。怎就哭了？他蹲下身看着秀儿，一边问一边打着手势。秀儿将脸上的泪抹了，迅速打了一串手势出来。父女2个有来有往，不知说的什么。人寄回来了，便能吃饭了。我去厨房做饭，大郎正在檐下费力地搬一担面呢。他的眼睛和宋全长得像，却没宋全那样健壮的身子骨。少年瘦长，一身陈旧僵硬的蓝色粗布夹袄穿在身上晃晃荡荡。我伸手将面袋子接过去提起来，少年愣了一瞬，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。我也不说什么，将面倒进缸里又去做饭。少年垂头站在檐下，单薄又窘迫。我想我不该搬那袋面的，可已然这样做了，此时后悔怎么还来得及？大概这样年纪的少年是将脸面看得极重要的吧。宋全说大郎已经跟着他上山打猎了，此时我却一点都不信了。这样一个瘦弱的少年，哪里是能上山打猎的样儿呢？大郎，叫你爹和秀儿吃饭了。少年还在檐下站着，见我叫他，点了点头。一家人坐在檐下吃饭，村里就是这样，没人会为了一顿饭兴师动众地跑到上房去围坐着吃，都是檐下或院里一蹲，几口扒完了事。二娘，你也吃啊，今日辛苦了。我本想着早些回来收拾的，可牛车半路坏了，耽搁了些时间。见我端着碗不动筷子，宋全喃喃低语，说着又似羞愧还是不好意思，竟然垂下头去。我深觉好笑，一个大男人怎动不动就害羞起来了呢？昨夜在床上他可不这样啊。没事儿，都是做惯了的。再说还有秀儿帮我呢，吃完饭你便歇着去，我来刷碗。宋全几口将一碗饭吃了，端着碗进厨房舀饭去了。洗碗吗？舀饭吗？莫说洗碗舀饭，我见过的男人甚少有进厨房的呢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忙碌闲暇，女人们除了跟着男人做活，家里的活也一点不能落下。3更睡4更起，男人若是不痛快，要打要骂随意。我跟着徐老30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，受男人的气，受婆母的搓磨，好似都是天经地义的。一家人沉默地吃完一顿饭，秀儿不会说话，大郎一看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。我和宋全当着孩子们的面也不好说什么，沉默便是理所应当的。吃完饭，宋全真的去了厨下洗碗，他叫秀儿和大郎也去睡一觉。说过去几日他2个也跟着忙，都没睡个好觉。小孩正是长身体的年纪，不睡好觉怎么成呢？二娘你也去，
待晚饭做好了我叫时你们才能起。我总不信，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一场梦。这样一个5大3粗的男人，为何会有这般好的性子？为何这般细心呢？他会疼惜孩儿，亦会疼惜妻子。我怎么会遇见这样一个人呢？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这许多年娶不上妻？想嫁他的人定然不在少数，他怎地就瞧上我了呢？我起得本就晚，一点瞌睡也没有，可不知为何听了宋权的话，就想躺在炕上。被子是新缝的，又松软又暖和，炕是热的，即便就这样无所事事，也不担心会有人来责难来重吧。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，心里踏实安稳。我所求不多，只求踏实安稳的日子罢了。怎地还没睡？不困吗？男人就站在炕沿边垂头看我，目光温柔。男人的轮廓深刻，眼睛明亮，他的声音醇厚，肩膀宽阔。今日起得晚，睡饱了。我笑着答他，不知为何声音就很轻。他脱了鞋上了炕，安静地躺在我身后。我看咱家后院空着，想翻一翻种点秋菜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待明年天暖了，我便养些鸡，到时候母鸡生蛋，公鸡吃肉可好？好。厨房还缺个柜子，能不能打一个来？好。怎么就知道说好呢？我翻身面向他，他笑着看我，离得太近，我忍不住垂下了头，有些心慌意乱。二娘，他低声叫我，尾音拉得很长，微微带着喘息。他伸手来抱我，将我牢牢地镶进了他的怀里。我不敢动，任由他这样抱着，可胸口疯狂地跳动，出卖了我。二娘别怕，我只抱一会儿。他并不仅仅抱了一会儿，可见不管多么端正的男人，偶尔还是会说谎。我睁眼时，他还在我身边坐着。房里燃了蜡烛，天不知什么时候黑的。我伸手扯过被子，将头蒙住，真是毫无定力可言。男人喘两口气，就叫他予取予求。青天白日做出此等事来，好不要脸。可心底又觉得高兴痛快。自许老三休了我的那日，我忽然就想明白了，我把自己困在那许多条条框框里，也不见许老三对我好半分。可见女人守着所谓本分规矩就能得男人敬重喜爱，那都是骗人的鬼话。怎么想便怎么做，就算什么也不落，至少落得痛快啊！男人力气大得出奇，轻易的就将我从被子里掏了出来。我裹着被子坐着看他，他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，就下了炕。我趴在窗户上看他，外面天黑透了，秀儿房里的灯灭了，大郎的还亮着。他进了厨房，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碗热粥来，坐在炕沿上。晚上熬的白粥，我也不会做旁的，你将就着吃一口。粥还散着热气，他舀了一勺，吹了吹递到我嘴边，看我不张口，自己做了个张口的动作，将勺子又往我嘴边递了递，看我张口吃下，嘴角咧开笑了。我裹着被子吃完了一整碗白粥，手都不曾动过。他将碗收拾了，拧了帕子给我擦脸擦手。你为何对我这般好？我垂头咬着唇，不敢看他。我多怕这些好都是假的，都是一场梦，来一场风，轻轻就能吹散。这便算好了吗？这比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日子还要好。我喃喃低语，男人对女人好，天经地义。他伸手抬起我的头来，对着我笑得憨厚温柔。原来男人对女人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！我看着床上摆着的箱子坛子，醒不过神来。坛子不大，里面装着黄灿灿的满满当当的一坛子铜子儿，箱子里放着5锭10两的银子，外加一根梅花头的簪子，簪头上还镶着一枚小小的红宝石。这便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家当了。银钗是今日买的，还有这盒面汁，城里的妇人都拿他妈脸擦手呢。他将装面汁的盒子塞进我手中，盒子是青瓷的，入手微凉。我长到这般大，第一次见这般多的银钱，第一次摸面汁的盒子，第一次拥有一根镶着宝石的簪子。我说这是一场梦吧，我做梦都没做过这般的好梦。过个10来日，我便进山去，若是运气好，能猎几只好货，买了皮毛也就够咱们过个好年了。到时候再给你同行们一人做一身新袄子。还是你喜欢袄裙？他捧着我的脸颊，问得认认真真。我还要什么呢？只愿这场梦不要醒就成了吧。二娘，日后你便管着咱家，咱们好好将日子过下去吧。秀儿虽不会说话，可心灵手巧，你莫要嫌弃她。大郎话少，可心地纯良，也是个好孩儿，他们定然会尊你敬你。日后我们若是有了孩儿，他们也会对孩儿好的。他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，眉头慢慢锁紧，声音里带着能叫人轻易就察觉的讨好。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为了自己孩儿能将自己放得很低的男人啊！宋权，这是我的家，你是我的男人，孩儿便是我的孩儿了，你不须如此的。他呆呆看着我，许久后伸手将我抱进怀里。我想对你好，不仅仅因为孩儿，我也想对他好。不知他知不知道，过了10几日，宋权要和村里的其他几个猎户进山去，我给他准备了干粮行囊，毕竟进去了不是1、2日就能回来的。他本要带大郎一起去，可我看着大郎单薄的身子，没叫宋权带他去。这哪里是个适合进山打猎的孩儿？我们将宋权送到了村口，纵有万般不舍，纵有千般担忧，他还是得去。他是这家的男人，要养家糊口；我是这家的女人，他走了，这个家便该我来担起。趁着天还算热，我将大郎和秀儿房里的被褥拆洗了，棉花已日久，硬邦邦的，需再弹一弹，还要再买些新的续上。2个孩儿都没见合身的衣服，宋权甚至连身后袄子都没有。后院的地翻过了，要买菜种子，我都不敢详细的去算，到处都得用钱。宋权昨夜说了，叫我该花便花去，钱是赚出来的，靠省也省不出来。只是他不需要厚棉衣，毕竟冬日又不大出门，出门他穿他的就皮袄就是了。他这样一说，这钱我更心疼得花不出去了，可总不能劳苦着2个孩儿吧。我翻来嫁妆箱子，箱子里有2匹棉布，一匹蓝色的，
1匹红底白花的。宋权当初送过去的不有6、7匹，我爹娘只挑了这2匹充作嫁妆，若不是害怕旁人闲话，估计连这2匹都不愿给。用蓝布给宋权和大郎做棉衣，另1匹给秀儿做身棉衣还有余，这便省下了一笔钱来。我在院里给2个孩子量身，秀儿眯眼笑着，抱着那匹布摸了又摸，母亲，我有棉衣，不必做也可以的。我叫大郎伸开手臂，他如何也不愿。你若真心疼你爹，便缝身新袄子来穿，他这般辛苦，自是希望你同秀儿能过得好。再不9天就冷了，你若连件像样的袄子也没有，你爹该多难受。你好好想想，想好了再同我说。若是到时你还执意不做，那便罢了吧。我带着秀儿进了屋，她趴在炕上看我裁衣，我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的剪，她用手指比了个剪刀的模样，一学着我的样子剪。她听不见，可若是慢慢说话，她却看得懂。秀儿，带你爹回来，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皮子，到时给你做双小皮靴。不过我还不会做，得寻张婶子教我。点头啊。这样一大串话，秀儿自是看不懂的，可我叫她点头，她却看懂了，便立时笑眯眯的使劲点起头来，这般可爱。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稀疏的头发，听说柏枝能生发，这些时日我便用柏枝熬了水给秀儿洗头。这么好看的一个女孩，得有一头浓密的乌发才配她。我未曾生育过，不知生养孩的难处，若是孩们都如秀儿和大郎这般，只要养得活，多生养几个也无妨。明日一早有进城去的牛车，我要领着秀儿同大郎进趟城去。进城的牛车需提前交了定金，1人5个铜板，每人先交2文。明日一早便去村口坐车，待到了再交剩下的3文。我领着秀儿去宋权的表叔家交定钱。成婚没几日，村里人也不太熟，但总有人来同你说话。村里就是这样，一年4季就这么些人，就人看厌烦了，就是都拿出来翻烂了。好不容易有个新鲜人、新鲜事，便要换着花样打听编排。我被休的事儿10里8乡都传遍了，毕竟村里的男人哪个会随便休了媳妇儿？娶媳妇儿那是要花钱的，休了容易，再娶怕就难了。所以徐老三休了我，自然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大事儿。加之我走的那日，压着婆母用刚杀过猪的刀子给他剃光了头发，那头100来斤的猪也是我亲手杀的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猪血喷了满身。我将那猪收拾了，分了半扇给看热闹和来找茬的许家族人，自己扛着另外半扇回了娘家。可想而知我当日的模样有多么骇人了。加之事情传来传去，早变了样儿，宋家傲的人对我好奇便也不奇怪。五郎媳妇今日总算舍得出门了，我说五郎自己不出门也就罢了，竟将新媳妇儿藏着掖着不叫人看呢，原来是个这般齐整的娘子啊。说话的是宋权的3表婶，定钱是要给他的。我垂着头装羞怯，毕竟我生的是齐整的，远没到需要藏着掖着的地步。他这话头里有话，约是想说我将宋权诱的这些时日不出门了吧。三婶，我明日同2个孩儿进趟城去，这是定钱。我将钱递过去，他伸手接过，放在手里掂了掂，放在了桌上，几个铜子儿罢了，又不是银子，还需量一量有几两重吗？五郎命苦，父母去得早，也没个兄弟姐妹帮衬，好不容易娶了个贤妻，不想又是个病身子，每天要罐子不倒，生下的2个孩子身子也没一个好的。五郎辛辛苦苦赚的银钱就这样填了无底洞，到头来人还是没留住。我们原本想着五郎怕是不会再娶了，谁知怎地忽地又娶了新媳妇儿。你也莫怪婶娘话多，过日子还是节省些好。你看咱宋家傲的女人，多是1年半载才进趟城，城里的东西可贵着呢。你刚才进门几日，五郎不容易。你三婶的话是有些多了，我盯着三婶娘说道。我原想忍一忍便罢了，可她说起秀儿的娘和2个孩儿的语气，实在叫人厌烦。村里的妇人甚少有生的如三婶娘这般圆润魁梧的，毕竟家家都只是将能吃饱肚子。可三婶娘生了5个儿子，大儿子、2儿子都在城里铺子做工，3儿子就是赶牛车的，4儿子、5儿子并着家里的5个儿媳妇和孙儿们种地。听说儿子们赚的和地里产的银钱都在他身上，他每日什么活也不干，只在家里吃喝睡觉数钱。本就是个矮个儿，人又黑胖，往椅子上一坐，真正的半截水缸。他本就脸黑，听了我说的话却更黑了3分，下巴上的肉颤了颤，又要开口，却被我先截住了。宋权尽心尽力的给大郎他阿娘治病有什么错处？恰能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。我家2个孩儿身子怎就不好了？秀儿心灵手巧，大郎聪慧孝顺，他们的爹辛辛苦苦赚的钱不给他们花，要给谁去？宋权若是不再娶了，这2个孩儿谁来照福？我听宋权说了，这些年他只要进山去，便将2个孩儿托付给本家人照看。可这照看也不是白照看的，可是每次都给了银钱的。看看2个孩儿，一个头发枯黄，一个瘦的穿衣都晃荡。孩儿们的衣服听说也是个家的婶娘和嫂嫂们帮着缝的。不若婶娘去将本家的婶娘和嫂嫂们都请来算算账，看看宋权给的银钱够不够你们将2个孩儿照看成这个模样。我的名声想必婶娘也听过，我今日说的话，婶娘也去各处传一传，就说我说了，过去各位收了宋权多少银钱，又是如何照看2个孩儿的事，我便不再提了。日后这2个孩儿便是有娘的人了，若谁还想着要说我们家的闲话，占我们家的便宜，那是万万不能的了。我站起身来，伸手将桌上的铜钱拿了回来。他家的牛车不做也罢，你这妇人胡说什么？三婶娘结结巴巴啊，差点忘了。宋权说您家去岁娶小儿媳，同他借过3两银子，我看三婶娘家的日子过得比我家强多了，今日就将这钱一并还我吧。
我朝他伸出手去，我何时借过？宋权憨厚良善，却并不是傻子。各家写的欠条都在我家的小木箱里收着呢，那上面可有三婶娘按的手指头印。婶娘若是不认，我便送到官府去叫官老爷们认一认。宋权不来要，是看在亲戚的面上不好开口，我同你们可没什么干系。婶娘是将银子还了，还是要我明日拿着欠条去衙门？三婶娘站起身来，伸出一根手指来指着我，可她人矮，毫无气势可言。我将胸脯往前挺了挺，婶娘没听说我拿杀猪刀帮人剃头的事儿吗？她立时偃旗息鼓，转身进了里屋，不一会儿就捏着些散碎银子出来了。她不情不愿地将银子递到我手里。五郎这是取了个活夜叉啊！她嘀咕道：“这银子我回去称一称，若是不够，我还来。”婶娘顺便帮忙散一散，叫欠了我家银钱的都来还一还。真穷的也就罢了，若是家里有钱藏着不还的，便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待过完年，我要送大郎读书去，欠我家的要一文不少的还来。我牵着秀儿的手往外走。读书，想瞎了你的心了。你以为那书是谁都能读得的？一年锦书修就要多少银钱，你可知道？一个后娘演得像真的一样，还读书。我将三婶娘的叫骂声抛在了身后。他家的一个孙子就在城里读书，怎没他家的读的？我家的就读不的。大郎的屋子我也没进去过，毕竟是个男孩，且已大了，我进他的屋不方便。他内向少语，除了做些家事，就总在屋里待着。先时我并不知晓他在屋里做什么，可前日天好，秀儿给他开窗通风，我看他桌上放着2本书，我不认字儿，不知是什么书，可那2本书已旧得不成样子，可见他是在时常翻看的。我就说这孩不是个上山打猎的料儿，不想他竟然喜欢读书吗？那便读吧，人活着总得有个奔头呀。不想大郎竟在三婶娘家的院墙外站着，这孩子高瘦，衣服又不合身，晃晃荡荡挂在身上。见我和秀儿出来，他动了动嘴，似要说什么，又没说出口。我牵着秀儿走在前面，他在后面跟着。村里院墙低矮，三婶娘嗓门这般大，邻居约都听到了，他也该是听到了吧？母亲，我来寻你，你是想说你明日不同我们进城去了，叫我不用交你坐牛车的定钱了吧？不是，我是想说要和你们一道去的。现在就是你想去，明日我们也去不得了。你看，我将你三奶奶给得罪了。瞬间又安静下来了。天黑得很快，宋权不在，我和秀儿一起睡。他躺在炕上，我将水盆放在椅子上给他洗头发。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安静地看着我。过一会儿便用细瘦的手指来勾我的，我轻轻用手指拉住，他便无声地笑着。他有个娃娃，白不缝的，上面用线绣了眉毛、鼻子、嘴巴和漆黑的头发。他每日睡觉都抱着。秀儿不会说，可我知道这是他娘给他缝的。那娃娃身上有他娘的味道吧？这样一个孩儿，怎能叫人不心疼呢？此时响起了敲门声，我打开房门，门外站的是大郎。母亲真的要送我去读书吗？他也不进屋，就站在门槛外看着我。房里的灯光照在少年身上，他眼睛里装着星子。此时的他同往日不一样，身上有着这个年纪的少年才有的勃勃生机。他是他爹的儿子，他们是这般像。我想，字是真的，为何？你不是喜欢读吗？母亲可知读书要多少钱？我不知，只是我以为这事儿也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母亲，你也不必怀疑我的用心，亦不必感念。你若是读得好，日后有个一官半职，宋家算是改换了门厅。我日后生的男孩也不再是猎户的身份，他的兄长是官家人，他日后也能读书做官。生的女孩身份更是不一样了，他有个做官的哥哥，自能嫁个好人家。我若是读得不好呢？再不济日后总能做个教书先生吧。若是做官不成，你日后在乡里开个书馆，教孩们启蒙也是好的。你不是说读书须得许多银钱吗？到时你赚了银子养着我同你爹还有秀儿便是了。少年还犹豫着，长而密的睫毛轻颤，似有许多心事般。当然，你若是不想读也成，那便随着你爹进山打猎去，刚好省下了一笔银钱，我的日子也能过得宽裕些。大郎，我可是后娘，没那许多耐心，你可想好了再同我说话。我转身要关门，少年伸手挡在了门板上。母亲，我要读书。少年单薄瘦削，眼神却坚定。第二日我们没能进城去，牛车上的人约满了，陆陆续续来了几个还钱的，皆是絮絮叨叨说了一堆不义，似听了他们的话我便心软不要钱了似的。笑话，宋权的钱似白来的一般，仅这一日便还来了5两并100多个铜板，5两银钱够我们一家好好过1年了吧。我叫大郎来把剩下的借条一一算了一遍，谁家的，欠了多少。少年一算，剩下的11张加一起还有3两多银子呢。母亲，剩下的人家日子都不好过。大郎道，过几日带你爹回来了再说。大郎，你爹是如何想到让写欠条的？毕竟村里没几个人认字，宋权勉强能认得几个数字，可是叫他写他也不会啊。5年前我娘病重，爹要拉我娘去城里找大夫，可钱不够，恰好村东头的黄彪借过家里的5两银子，我爹去要，他不仅不给，甚至还不认账了。后来我娘没了，再有人来借钱，我爹面皮软总要借的，又怕他们不还，便叫我写了欠条，叫他们按手指印。我那时年幼，字写得不好。少年说完挠了挠额角，有些害羞。我看看借条，又看看他，我虽不认字，可你年纪那般小就能将字写得齐整，你是大不易了。大郎，你又是读的书吗？是我娘教的。母亲可听说过于孝廉贪腐案？我外翁原是于孝廉府上的管家，后来于孝廉贪腐事发，我外翁受了牵连被砍了头。我娘原是于府三娘子的贴身丫鬟，自幼跟着于三娘子一起认的字。后来于府的下人皆被拉到街头发卖，我爹进城送皮货，
见我娘可怜，便将她买回来了。原来还有这样一段往事啊！大郎他的阿娘也是个可怜的人，你爹怎地不送你去读书呢？既有这般的底子，我娘的病掏空了家底，那些时日连吃饱肚子都难。我娘走了，我爹便病了半月，我爹说要送我去的，我说等家里攒够了钱我便去。一来二去就拖到了现在。大郎垂着头，我这人不大会说话，更何况是这样年岁的一个少年，时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他。他失去了自己的亲娘，说什么才能叫他不难过呢？说什么也无用的，便只能让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慢慢将那些难过变淡些，再淡些。2日后，我们坐上了邻村的牛车进了城，将要买的东西一一买了下来。我又带着2个孩儿去了文华书院，听说它是城里最好的书院，书修1年10两，如若需要管吃住，另外需要再加5两，若是再加上逢年过节给先生送礼、笔墨纸砚的费用，1年少说也得30-40两。宋全给了我50两银钱，还有这几日还回来的，7七八八加一起，除过花出去的，还有55两。母亲1年30多两，太贵了。出了书院的门，大郎已耷拉着脑袋，腰都直不起了。不怕，我同你爹供养得起。我拍拍少年的肩头，叫他挺胸抬头，活着就得有奔头。我和他爹尚且还有，他这样一个少年，怎能就此放弃呢？书院不是什么人都要的，特别是大郎这样年纪的，都要考核1、2才能收。我不知人家考核的是什么，大郎倒是打听过，便照着需要的买了几本书，另外买了笔墨纸砚，一下子花出去了2两多银。看来这读书千真万确不是谁想读就能读的，他是真费钱啊！我肉疼得紧，可这些钱关系到一个孩儿一生的前程，贵也是有贵的道理的。宋全走了7日还不曾回来，也没个打听的地方。大郎说往日出去10多日也是有的，叫我不用担心，担心也无用。进城看有人往酒楼饭馆送干货，打听了一下，1斤干菌可得20文，20文也是钱啊。每日闲着无事，我便带着阿秀上山去，深处不敢进去，便在近处捡拾菌子，顺便挖些野菜或者自己认识的药草，捡到篮子里都是钱啊。这日和平常无异，大郎在房里温书习字，我在家做饭。秀儿将捡来的菌子晒下，便出门玩去了。不过1刻钟，门外便吵吵嚷嚷有人叫我。我出了门去，却是村里的李寡妇，她扯着秀儿的后领就站在院门口，身后还跟了她家的儿子柱子并另外3个小孩。秀儿瘦小，被她扯着后领，脚都够不着地。秀儿衣服上全是土，刚才还咬着唇，一副倔强模样。看见我出了门，眼里包的2泡泪立时便掉了下来。她不会说话，全部的委屈都写在那双眼里。我心口紧得难受，胸口哽着一口气。你先放秀儿下来，有话说来便是。我从李寡妇手里将秀儿轻轻拉出来，蹲身给秀儿拍身上的土。你看看你家秀儿将我家柱子打成什么样了？李寡妇将她儿子扯到我面前叫我看，柱子比秀儿高1个头，生的又敦实，秀儿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柱子娘，柱子哪里受伤了不成？你看额头被砸了这么大一个包出来。李寡妇指着柱子的额头叫我看，真有个指甲盖大的小包，若不仔细找还真找不着。我儿子都破了相了，以后怎么找媳妇儿？李寡妇双手叉腰，大声地问道。已是秋末，种田的忙着收种，天快黑了，厂里地里的都赶着回家吃饭。李寡妇这样一喊，看热闹的力士围了一圈，谁不爱瞧热闹呢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不是我说，这秀儿没娘没得早，没人教养也是有的。你说你这新嫁进来的后娘也不知道教养规劝着点，现而今我家柱子破了相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李寡妇半眯着眼，看我的眼神极不友善。大郎，你出来！我扬声喊道。怎的？这是要打架不成？李寡妇见我喊大郎，斜着眼睛问我，孩子们打架总有个缘由吧？你可问过柱子我家秀儿为何要打他？是用什么打的？若是他先动的手，这事又怎么说？难不成要我说你家柱子爹没得早？你这个亲娘教养不得当吧？秀儿不会说话，我到现在也只能看懂1、2成秀儿的手势，幸亏秀儿听不见，若是知道李寡妇说她没娘教养该多伤心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李寡妇一挺胸，往我面前一堵，大家都将吃饱肚子，哪里来的胸？记都没有，那就比比好了。我将秀儿往身后一护，一伸手叉腰往她跟前挺胸一挪，笑话，我还比她高半截呢，跟你学着说啊。嘿，秀儿打了我家柱子，你还要打我不成？你让柱子说一说，秀儿为何要打他？小孩见我同他娘要干架的架势，哆哆嗦嗦往后退了退，就是我不小心推倒了他，他用石子扔我，柱子不敢看我，垂着头结结巴巴说道：听见了没？这是你家柱子说的，我家秀儿还没说呢。大郎出了门来，少年高瘦，几步跨过来，看我双手叉腰，一副要打架的模样，伸手将我扯到了他单薄的身后。我心头一热，差点掉出眼泪来，不知为何竟比刚才底气更足了，甚至觉得李寡妇绝不是我的对手。大郎，你问秀儿是怎么回事？我又将大郎扯到我身后来。秀儿说他们几个一起玩抓石子儿，秀儿连着赢了几次，柱子不高兴，一把将他推倒，还用脚踢他骂他。大郎以气的打战，双手紧紧握成了拳，一副要打人的模样。柱子听了瑟缩在他娘身后，更不敢抬头了。你们几个和秀儿一同玩吧，同婶子说说秀儿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柱子都骂了什么？几个小孩面面相觑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裤子短了半截的黑高男孩站了出来，我还不识得他。小孩眼睛亮得惊人，穿的鞋也破了大洞，脚上一根拇指大咧咧的伸在外面，头发一团茅草斑。是他先动手推了秀儿一下，还嘲讽他不会说话。好
好得很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咬牙看着李寡妇，她说的能信，那你家柱子的话能信？你给我听好了，若是日后再叫我从你家柱子嘴里听到什么哑巴、拖油瓶、累赘之类的，我可不是我家秀儿，绝不会只扔一颗石子儿。哈，你想怎的？你管教不好孩儿，我便替你教，顺便我再管管你这张碎嘴。你这恶妇！李寡妇上手就要揪我的头发，我往后一仰躲开了，顺带就踹了她一脚。哎呀，杀人了！她顺势往地上一躺，抬着手大喊大叫的哭了起来。我先前的婆母也这样，我看也看会了。你这被男人休了的毒妇，怎么勾搭上宋全的？宋老五真正是瞎了眼，如何会看上你的？他没看上你，说明他眼一点都不瞎。宋寡妇又来扯我，大郎和秀儿来护我，他竟然将大郎的脸给抓烂了。看热闹的人上来拉他，他疯了一般往来扑。你竟敢抓我儿的脸！我今日同你拼命！我扑上去同他厮打在了一处。大郎怕我吃亏，总想护我。秀儿急得直掉泪。大郎，你带秀儿家去，看娘今天不撕烂他的臭嘴，叫他再说什么有娘没娘的话。大郎怎么肯走，又来护我。看热闹的见事儿闹大了，纷纷上前来拉，可3、4个人都没将我们拉开。最终是我比李寡妇更胜一筹，所以我的脖子被他抓烂了，也挨了几脚，但他比我惨得多。你再敢来我家寻麻烦，我便拿刀等着你。不信你来试试，你给我等着瞧。各自放完狠话，天也黑透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拉架看热闹的都端着碗蹲在门口看呢，打不动了，也只能回家了。锅里的粥都熬糊了，我们3个坐在屋檐下面面相觑。大郎的衣袖被扯掉了一只，头发也散了，他倒是厉害，一个将我们3个打得这般狼狈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大郎点点头，也尴尬地笑了笑。这事别叫你爹知道。大郎你去将馒头热热，粥糊了，只能馒头就咸菜了。第2日我同秀儿上山采菌子去，原本见了我便聚一起嘀嘀咕咕躲好远的人，好似从不曾存在过。老远便热情地笑着打招呼，甚至要扯几句家常，还要和我一同结伴上山去。大郎，你昨日还叫我不要打架，你看今日大家待我的态度全变了，可见打架亦有打架的好处的。大郎放下碗，沉默地看着我。这少年从昨日起便有些威严，怎的啦？我缩了缩脖子，有些心虚。母亲，李寡妇这样的人，村里哪个妇人不怕她？你知道她男人怎么死的？喝醉了酒被她扔在院里冻死的。他心可狠着呢，你怎么是他的对手？你若是吃了亏……大郎眉头一皱，严苛的吓人。咱们不惹事，可是遇见了事儿也不能缩头躲着。原先家里没个女人，他欺负你们，你爹一个男人也不好同他计较。如今有了我还能眼睁睁看着叫他欺负你们不成？日后若是他还敢来，我照打不误。只是到时你莫要再出头，到时村里有人又说闲话，你日后是要读书的人。母亲，我都这般大了，若是你同秀儿挨了打，我都不去护，读这书又有何用呢？他又端起碗来垂头吃饭去了。我心里开心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秀儿见我笑了，一跟着我笑了。这是2个多好的孩儿啊！宋全回来的那日下雨，我和秀儿上不了山，只能在家做点手工活。我给鞋店做鞋底，鞋底都是从鞋店里领回来的，那一双给7文钱，是熟人才能领到这样的活。徐老三有个远房亲戚在鞋店做绣娘，我不会绣花，他便介绍了我那鞋底的活。因着我做得快又做得好，这活才能做到现在。秀儿躺在我旁边睡着了，她近日长了点肉，脸颊睡得红扑扑的，正是睡觉不安稳的年纪。不一会儿手脚便伸到了被子外头，我伸手给她拉上了被子。天已很冷了，尤其是雨天。大郎每日读书，我给他房里燃了炉子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却将炉子挪到了我们房里。我和秀儿坐在窗前，他坐在8角桌上读书，炉子就在炕沿边上。少年脊背挺直，垂头读书的模样文雅秀气，这是个读书的料儿。村里谁家的孩儿会生的这个模样？院门被人推开了，大郎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没了一直以来的沉稳。不说虚岁，他也才8岁罢了，也还是个小孩呢。我也下了炕，宋全站在门槛外，蓬头垢面，胡子拉碴，若不是还有一口白牙，都看不出像个人。我笑着看他，心口酸涩。二娘，你猜我列到什么了？见我过去，他笑着问我，我摇摇头。仁雄，这回咱们大郎就能读书了。他垂头悄悄在我耳边说道，又伸手摸了摸大郎的发顶，笑得憨厚又开怀。原来他一直都记得要送大郎去读书的啊。我给他做了热汤面，他一口气吃了4大碗。秀儿同大郎围着他同他们说是如何猎到狍子兔子的。锅里烧着热水，我坐在炕沿听着，他说的轻描淡写。我给他洗头擦身，他身上甚至没一块好肉，撞出来的，擦伤的。我给他剃胡子，他已累得闭眼睡着了。这个男人啊，宋全睡了1天1夜，第3日人才缓过来了，精神头极好。他一早就进城去了，第3日才回的家。我给他做饭，他坐在灶前烧火。二娘，我已将那人熊拉到城里卖了啊！我还有些惊讶，怎么这么快就卖了，甚至都没带回村里。我早同收皮货的店铺说好的，若是有好货，店里派人同我从另一条路拉进城，不进村。为何？你可知一只人熊能卖多少钱？我摇摇头，不知道。皮货店给了3000两，我惊了一跳，手里的勺子掉进了锅里。3000两，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你看你都这般，旁人若是知晓了会如何？我若是将那人熊拉回村里，不知有多少人要眼红生事了。我们进了山便分开了，这些年山里猎物少了，都是些狍子兔子之类的，谁能想到会有人熊？上次进山我就摸清了人熊的窝，这次做了万全的准备才进的山。这熊是我一人在森林猎的，
谁也不曾说过。我给猎的狍子兔子撒了迷药，扔在他觅食的路上，见他吃了便远远跟着他。因从不曾用过迷药，也不知能不能迷倒他。只见他吃饱了进洞睡觉，我先在洞口挖了陷阱，又偷偷进洞去拿了刀子扎他的心窝，一刀没中，约是药量不足。那人熊吃了痛竟然醒了，若不是我躲得快，他一掌已经拍在我背上了，我哪里还能活着回来呢？人熊受不得痛，往洞外跑去。洞口不远处有我设好的陷阱，他掉进去，被利刃刺了个对穿，如此才不动声色地将他杀死了。若是全靠人猎，即便是20个人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若是真得了手，卖的钱分到手也没多少了。我便将人熊留在陷阱，因着那片山林极深，平日也没人敢去，我是放心的。我又猎了几只狍子才去同旁人会合，缓了2日又带着猎的狍子进的城，也是为了不叫旁人起疑。银子我也没敢往家拿，还在城里收皮货的柜上收着。他说罢搓了搓手，似不好意思般。我只觉他憨厚老实，现在看来他是聪明且极通人情世故的，只是在小事上不愿计较罢了。二娘是不是觉得我太自私？宋权，圣人都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如此这般才显得真实。我嫁的男人有勇有谋，且通晓人情世故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二娘，我有件事儿一直没敢同你说，今日终于可以说出口了。我答应过大郎要送他读书的，如今有了银子，待过完年我想送他去。这束修并不便宜，节下年下又要给老师送礼，若是大郎读得好，日后还得送他去更好更远的书院。他若有幸中举，又得走路子寻关系，怕是这3000两还不够。他先是还看着我，到了后来头却越垂越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年纪正好，日后我多进几趟山，寻个机会再猎头人熊，绝不叫你跟着我受苦的。他思想明白了，慢慢抬头看着我，灶堂里的火就在他的眼里灼热明亮。他是这样好的一个男人啊！我蹲在他面前看着他，现如今我过的日子已是我能梦到的最好的日子了。你这次能猎到人熊，纯属侥幸。你说的轻描淡写，可真实情况定然比你说的危险1000-100倍不止。宋权，我不虚过什么大富大贵的日子，你既娶了我，我同你便是一体的。我总不能日日除了吃喝便是躺着吧？我总要同你一起将这日子过得更好的。大郎聪慧又能吃苦，他既然愿意读书，做爹娘的哪有阻拦的道理？我也想好了，咱们本是猎户，在村里也没田地，大郎若是读书，就要在书院借宿，吃喝也是一笔开销。我原想的便是待年后就去城里寻个营生，然后再租个屋子，即可就近照顾大郎，你又不用再去拼命。二娘，你用我想想可好？好。日子飞快，入冬前宋权又进了一趟林子，只猎回了几只兔子，直至明年秋日，再要进林子已很是难了。春夏尽猎，冬日雪大，对猎户而言，最好的日子其实也只1季罢了。很快便迎来了冬日的第1场雪，虽是第1场，却是雪大如席。我拿了更多的鞋底回家做，宋权也闲了下来，每日盯着大郎读书。虽他也不懂大郎读的什么，可他十分有耐心。大郎坐着不动，他也陪着。我渐渐已能看懂秀儿的大半手语，便看秀儿说话。日子平常，可最难得的就是这平常2字。秀儿的头发不见多，我心里着急，便随着宋权进了一趟城。我们带秀儿去了医馆，将头发剃了，再按方子吃药，吃完3副便可见效。郎中这般说，秀儿听不懂。待他爹同他说要剃光头时，他蒙着被子躺了1天，到了晚上才起来，自己拿了剃刀来寻我，眼眶还是红的。没事儿，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的，待长出新头发了，定然是又黑又亮，到时候便用新买的发绳给你扎头发，好不好？宋权给他比划，他一头扎进我怀里，过了许久点了点头。秀儿剃了头便再也不愿意出门了，我给他缝的帽子他牢牢戴在头上，睡觉也不摘。我偷摸同宋权说，谁说小孩没自尊不爱美的？宋权翻身抱住我，嘟囔了一句，这点像你。像我吗？很快到了年下，家家户户都准备着备年货，即便是在穷的人家，这时也会割上半斤肥猪肉来，好给孩儿们过年打牙祭。宋权有心，不仅给家里买了，还给我娘家买了糖果瓜子儿，另又买了10斤猪肉。我们带着2个孩儿一同去的，好似我回娘家从没这般扬眉吐气过。人人见我们提了大包小包，都要夸几句，夸我孝顺，夸我在家嫁得好，有福气。在家嫁得好是真，有福气也是真，可孝顺嘛，却不那么真。我家兄妹5个，我们姊妹4个，一个弟弟，家里的苦活累活都是我们姊妹干，逢年过节都是弟弟吃好的穿好的，我们连挑他剩下的吃都没资格，因为剩下的我爹要吃。到了嫁人的年纪，只要拿得出聘礼，我爹娘也不问人如何，稀里糊涂就将女儿嫁过去。我大姐嫁了个土匪，嫁去的第2年便没了音信。我爹用那土匪给的聘礼给家里翻修了房子，却从没提过要去寻我大姐。我二姐长得好看，便被嫁给了一个60岁的财主做了妾。嫁过去2年后，那财主便得病死了。我二姐在那财主家守着个儿子，艰难度日，因为心中愤恨，从不同家里来往。我爹用卖我二姐的钱给家里买了20亩水田，但从不问我二姐过得是否艰难。我三姐好些，嫁了同村的孤儿，家里虽穷，却有把子力气。我三姐夫老实，2口子每年除了伺候他家的几亩薄地，便是给娘家干活。他们每年累死累活，只不过为了借娘家的牛耕田罢了。如此这般，父母和弟弟弟媳待他们从没有过半分好脸色。我嫁徐老三那年才16，徐老三他爹原是城里银铺上的账房，攒了些银钱便回了乡，将那账房的营生交给了自己的儿子。不想儿子偷了东家的钱去吃喝嫖赌，还做假账，东家发现了要去告官。
他爹去求了情赔了钱，这事才算了结了。他不得已跟着他爹回了乡。他爹自此一病不起，不足2月便没了。他家原还有2个使唤丫头，他闯了祸后，他爹赔出去了好多银钱，看病又花了许多出去，家里养不起丫头了。他娘便将丫头卖了，又用卖丫头的钱给徐老三娶了媳妇儿。许家出的钱多，我爹又将我卖了出去。许家缺的从不是媳妇儿，而是能生孩子的丫头。家里地里的活都是我一个人的，他们母子稍有不如意便拿我出气。我那时年纪小，脾气倔，总是顶嘴。徐老三的娘便用各种名目罚我搓磨我，他拿我辛苦赚的银钱去花喽。他说是我管不住男人，又不会生蛋。我爹娘明知我过得不好，却叫我忍着。徐老三问我要钱，我说没有，他便将家里的10亩水田卖了。我同他吵，他要打我，我窝囊了这许多年，终是寻了棍子同他打了一架。他早被酒色掏空了身子，被我当头一棒打晕了。他醒了便写了休书，我拿到休书的那日才知道，花楼有个歌姬有了他的孩子，他只是寻个由头休我罢了。我孝顺，我实则是恨透了爹娘，同样是他们生的，儿子怎就那般值钱，女儿就这般轻贱？难道爹娘不都是为儿女着想吗？他们生女儿也只是为了卖钱吗？他们只是养大了我，所有的恩情待我会干活时便都还完了。我本不欲再回，宋全却执意要来，总得将话说清楚。日后不想来便不来了吧，若是日后过得好，他们必来纠缠的。无事，有我呢。宋全同我爹关在房里说话，我带着2个孩儿坐在堂屋烤火，天冷得厉害，即便坐在火炉边也并不暖和。宋女婿是个有本事的，看样子秋日没少猎好货吧。我娘问，我弟媳妇便眼巴巴地瞅着我。说实话，家里不算穷，可我娘舍不得拿钱出来，看起来日子过得苦哈哈。你问她攒钱做什么？她说要给她的孙儿们盖房娶媳妇儿。娘，你想多了，你对娘还不愿意说实话吗？我说的就是实话，你看看这倔脾气，趁早改了才是。若是叫宋女婿生了厌，到时再将你休回来，可如何是好？那我家变成了真正的笑话了。你2个侄儿娶媳妇都不好娶的。我娘伸手要戳我的额头，却被大郎伸手挡住了。外祖母说的不对，母亲在家辛苦劳作，教养儿女，待我同秀儿视如己出，吃喝从未短缺过半分。待我爹更是情深意重，自母亲嫁来家中，我家的炕是热的，衣服是软的，饭也是香的。他护我们爱我们，永远都是我家的人。我爹为何要休妻？如何又舍得休妻？大郎一番话叫我娘哑口无言，我忍着要扯起的嘴角，胸口热乎乎一团。我娘还说了什么，我已不在意，不管她说什么都已不能再伤我半分。我已有了我的家，有爱我护我的人，不在乎我的人，不值得我伤怀半分。我们也不曾留下吃饭，走时我将带来的东西一样未留，凭什么留给他们呢？我又去了3姐家，将东西留给了他。二娘些许小气，宋全笑话我哪里小气？我的东西自是要送给值得送的人的。宋全笑不说话了，只是捏了捏我的手心，他的手掌大而热，即便冬日冷酷，可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冷。爱你的人，你不用说也知道你要什么；不爱的人，即便你伸出手去，他也会装不懂。这个年是我这许多年里过得最舒心的。我第一次得到一串用红绳穿起来的铜钱，虽只有9枚。宋全说是我的压岁钱。佛祖讲久久归真，大郎说九同长久的9字，我别无所求，只愿我们能长久些，更久些。总之9是个好数字，你莫嫌少，收下吧。宋全将钱递给我，笑得羞涩，这约也是他能说出的最直白的话了吧？是啊，若是能长长久久的相伴到老，便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了。恍惚中，我似还在娘家，又似在许家，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厨房里，端着剩下的半碗菜，心底苦涩，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？好似无路可走了。可我眼前灯光明亮，2个孩儿跪在地上端正的给我磕头，我递给他们压岁钱，他们高兴地说了许多祝福的话。大郎在院里放鞭炮，秀儿躲在他身后，宋全牵着我站在屋檐下笑着看。二娘，你看这日子多好，杏儿娶了二娘，我同孩儿们才有了家，杏儿遇见了他们，我也才算有了个家。佛说因缘际会，我说万事总有回转，并不是付出了真情就一定有回报。可若是那人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，他总会真心待你。过完年，我们便进城租下一个院子，前面是间铺子，后面有3间房并一个小厨房。宋全想贩皮货，他同猎户熟悉，价格给的公道，生意还算好。每一季他都要押着皮货去一趟京都，再从京都带回布料和新的衣服样式。我学会了认字，他不在时便带着秀儿守着铺子。做生意并不如想象中简单，要打点官府，与地头交好，还得应付同行排挤，有时押货遇见土匪，那便是一文也赚不到，亦有性命之忧。一年到头能到自己口袋里的钱并不算多，可只要人平安康健，喜乐无忧，日子总是好日子。我同宋全成婚10年，也不曾生下一男半女，郎中没少看，药也没少喝，吃了2年药，宋全便不叫我吃了。二娘，你不要难受，大郎同秀儿爱你敬你，同你亲生无异。我原是怕他介怀，不想他是怕我难受，汤药我早喝够了。你既然这样说，我听你的就是。自此我们再没提过生孩的事。大郎争气，22岁中了进士，又进个翰林院。我同宋全身似有使不完的力气，立时又在京都买了个小院子。宋全还押货，只是我们的家已在京都了。永和27年，我儿大郎已是5品京官。我们上了年纪，宋全想着有生之年能回乡祭祖。大郎孝顺，立时告了假，同秀儿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出发了。我们给秀儿招了个上门女婿，他名银霜，没家没姓，名字花少，人生的也花少。可他待秀儿真心实意，
再好不过。他们如今还管着生意上的事儿，如今已生了2个男孩1个女孩。大郎的媳妇儿是陈翰林的长女思乔，当年是他先瞧上了我家大郎，围追堵截，终是打动了大郎那颗石头心。思乔爽利，同我甚是相得。此时大郎和银霜带着一众儿郎骑马，思乔同秀儿便带着2个孙女儿陪我们坐车。春日天暖，一路行得慢，一点也觉不出辛苦。那时我一人压货，总觉这路长得看不到头，如今再走，不知不觉便要到了。宋全早已白了头，脊背也弯了，人老了，也瘦了，留了胡须，看起来同旁人家的老头无异。祖父，那可不是有我们陪着你吗？你不寂寞，走起来便快了。小孙女儿靠在他娘怀里，奶声奶气地说道。莫儿说得对，因为不寂寞，走起来便快了。宋全慈祥，家里的孩们没一个怕他。你祖父当年心里面有牵挂啊，他心里装着祖母，你爹还有你姑姑，总想着他不在家我们会不会受欺负，能不能过得好。心有牵挂，便觉路长梦多。我一老了，白了鬓发，弯了腰，人却胖了。是啊，我总担忧有人来寻麻烦，你忍不住同人家吵怎么办？他们若是动手呢？你扯头发抓脸那套怎么能打得过？我走时说的话你定然不会听，他们若是为了讹钱，你肯定不会给钱。大郎在书院，秀儿又不顶事，带我回去一定要雇个伙计，我不在时他便能护着你。每日就想着这些，日子怎地那般长？可谁知道一转眼就老了呢？可不是一转眼就老了吗？可我还没同他过够，我嫁了他才有了丈夫，有了儿女，有了个家。这许多年他爱我护我，日子过得再艰难也不曾叫我受过半分委屈。即便活到了如今的年纪，我也想不明白他当年为何会娶了我呢？村里认识的老人已去了大半，连当年和我撕扯打架的李寡妇都走了，村里还是那个村子，人已不是当初的人了。我同几个老人说话，提起徐老三，耐是多恨，可是嫁了宋全几年，我已全然将他忘了。听闻他在城里赌钱，不知输了多少，因着没钱还债，那赌坊的老板卖了许家仅剩的几亩地，又将他媳妇儿并儿子一起带走卖了，最后还打折了他的一条腿。他做了花子，在一个冬日冻死在了街头。我不恨也不觉得解气，只是唏嘘。徐老三的一生就像笑话，他一出生就比许许多多的人强，不愁吃穿，有人服侍，可他不知珍惜，稀里糊涂将日子过成了那样。第2日就要回了，宋全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，那是一片旧坟地，因着无人祭拜打理，荒草丛生，连坟包也寻不见了。可我知道这是哪里，你怎知道此处的？我惊讶地问宋全。我给大郎他娘烧纸，从这儿过去是近道，每每我路过这儿，总有人在那田埂下挖土，不一会儿便挖出个罐子，再往里面丢几个铜子儿进去。我见过给死人烧纸钱的，却从没见过给送真铜板的，别好奇想看看啊。宋全笑着指了指已经坍塌了的田埂，是那个位置没错。我那时帮鞋铺做鞋底儿，1月能赚100余文，可那钱到不了我的手里，便叫徐老三领了去。他总是醉酒，我便趁着他醉酒偷几文出来，藏在哪里都不放心。指着没人管的坟地离许家远还偏僻，谁没事儿也不会跑去挖人家的坟，便将钱藏在了这坟地里。我便蹲在这田埂上面听着，那人每次都要将钱拿出来数一遍，再骂一通人，然后又对着那寻不见的坟包许愿。谁会同死人许愿呢？可那人偏对着死人说希望被夫家休回家去，我觉得有意思，每路过都要偷听，听着听着变成习惯了。他拉着我的手说要去挖我藏的铜钱，想什么呢？我嫁你的前2日就挖出来了，一共427个铜钱，记得倒清楚。对那时的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，我都想好了，你若是待我不好，我便要带着那些铜板走的。你傻不傻？就那点钱能让你撑几天？只要活着就有路走，怕什么？我就是瞧上了你这股劲儿，原他是那时瞧上我的呀。他知我在意，便同我说了，